最近一段时间，马斯克的一段视频和访谈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大量的转发，很多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冲击，觉得世界要彻底变了，工作要没了，普通人已经变得没有退路了。马斯克说呢，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很可能在2026年就会实现。再往后，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会全面超越人类的总和。他还说，未来几年大量白领的工作会被取代，甚至包括医生、律师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最安全、最专业的职业。更夸张的一句话呀，是他认为，在 AI 和机器人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存钱、退休、养老可能都变得不再重要了。那这些话到底该怎么理解？到底该不该信？普通人现在是不是已经来不及准备了呢？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站在一个普通投资者、普通家庭的角度，把马斯克这些观点一条条拆开来看，告诉你哪些是方向性的判断，哪些是被时间和情绪放大的表达，以及哪些话普通人如果真的照着做呀，反而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风险。我们先从他说的最让人紧张的一点开始。他说 AGI 很可能会在2026年实现。这句话本身呢，确实很有冲击力。但是我想先把一个概念讲清楚，AGI 能不能出现和 AGI 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从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我并不否认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在快速逼近。过去几年，人工智能在语言理解、逻辑推理、代码生成、图像识别上的进步，确实呢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式的。这一点，任何一个长期观察技术发展的人都很难否认。但是问题在于，工程上的可行和社会层面的可用中间隔着一条非常长的路径。一个系统在实验室里表现的像人，并不等于它可以被稳定的部署到真实的世界，更不等于它可以被大规模的、长期的、低风险的使用。换句话说，就算某种形态的 AGI 在工程上被证明是可能的，也不代表社会已经准备好接住它。这中间涉及的不只是算力和模型能力，还包括责任归属、法律框架、制度设计，以及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所以在我看来，马斯克的这句话的问题呢，不在于方向，而在于时间。他用一个非常具体的年份，把一个本来应该用阶段来理解的过程，压缩到了一个确定的节点。这种表达方式本身会放大人类的焦虑。普通人真正需要理解的不是2026年这个数字本身，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判断，那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从辅助工具开始向系统性替代靠近了。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日期判断。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某一年会不会发生某件事上，你很容易就陷入被动和恐慌。但是如果你能把注意力放在结构性的变量上，你反而更容易提前调整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二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也就是关于工作和职业的。他说，未来很多白领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甚至连外科医生这样的非常高专业性的职业也会被机器人超越。这句话呢，听起来同样很刺耳。但是我想先说一句让很多人很意外的话：从能力层面看，这个判断并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白领工作的本质啊，其实就是信息处理、规则执行和在既定框架内做出判断，而这些呢，恰恰是人工智能最擅长加速和复制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在某些任务上超越人类，还真的就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方向问题。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区别，那就是能力被超越和岗位被取消是两件不同的事儿。以医生为例，医生的工作呢，并不只是做出一个最优的诊断，或者是完成一次技术上最精准的手术。医生同时还要承担着责任、风险、沟通、伦理和信任。那么这些东西呢，并不会因为技术能力的提升而自动消失。哪怕有一天，机器人在手术精度上超越了人类的医生，社会仍然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就是出了问题谁负责，由谁签字，谁来承担法律后果，患者是否愿意把家属的生命完全交给一套系统。这些呢，都不是技术本身可以解决的。所以真正能拖慢职业替代速度的，从来也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法律和人类对风险的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技术已经明显更强了，但是使用它的方式依然非常保守，甚至刻意被限制。如果你忽略了这一层，只谈技术能力，很容易得出一种极端的结论，就是觉得大量的职业会在短期内消失。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更多发生的是岗位内容被重新塑造，而不是岗位本身被一刀切式的消灭。这一点呢，对普通人的意义来说非常重要。它意味着你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某一年你的职业突然不存在了，而是你的工作内容是否正在被不断压缩到更容易被替代的那一侧。下面我们来说一句马斯克所有观点当中，我认为对普通人最容易产生误导的那句话。他说呢，在 AI 和机器人高度发达的未来，物质会变得极度丰富，很多东西会变得非常便宜，甚至接近免费。因此，传统的存钱和退休观念很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这句话呢，我必须非常明确地提醒大家，它不适合作为普通人当下的人生决策依据。技术的发展确实有可能在长期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但生产力的提升并不自动等于分配变得公平，更不等于普通人的安全感会同步提高。马斯克在引导人类去想象一个生产力约束被彻底解除，但是分配问题被默认解决的世界当中。现在人类社会呢，好比是10碗米饭100个人来分，资源紧张，冲突不断。但如果机器人的数量超过人类，生产力被极大的释放，10碗米饭变成了200碗米饭，那么问题呢似乎就解决了，每个人可能会过得更好。这是一个典型的工程师的解法。当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碰制度和人性，而是直接扩大供给。这一套想象呢，不能说是恶意的，也不是阴谋论，而是高度一致、极度自洽的技术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确实有一个被默认的跳过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100个人是如何全部留在分配体系里的，甚至有没有可能所谓的物质极大丰富，默认的前提是那95个人逐渐不再被纳入主要的分配体系当中。这个反设想在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而且是对马斯克这个叙事最重要的压力测试。生产力是怎么从10碗变成200碗米饭的？中间呢，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被机器人替代的人是如何度过这个转变的过程的。他们是通过新的工作重新进入了体系，还是长期被排除在主要分配之外？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回答。消失有可能是物理意义上的消灭，但它更可能是3种更现实也更可怕的形态。第一种形式，经济意义上的消失，就是这些人没有稳定的收入，被排除在主要的分配体系之外，对系统来说不再重要。第二，制度意义上的消失，他们不再参与决策，不影响规则制定，只被当作需要被管理的对象。第三，叙事意义上的消失，在宏大的未来想象当中，他们不再被当作主体，只被当作背景变量。我真正要指出的恰恰是这一点。马斯克的极大富裕默认假设了一个前提，多出来的人不再构成系统问题。如果一个人类物质极大富裕的前提是大量的自然人逐渐在经济和制度意义上消失，那么这种富裕本质上是高度的不均匀的。它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丰盛的，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只是被更高效的边缘化。第二，如果我们把未来想象成一个极度富裕的社会，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是物质够不够，而是谁来决定怎么分。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假设现在社会呢是10碗米饭100个人来分，肯定有人要饿肚子。但是如果有一天只剩下5个人在分这10碗米饭，剩下的95个人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从表面上来看，整个社会似乎变得更加富裕，但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第一，那95个自然人是如何退出分配体系的？又是在多长的时间内完成这种退出的？这个过渡本身就充满了风险。第二，这5个留下来的人如何决定分配规则？是由其中的某一个人说了算，还是由某套系统来决定？第三，如果掌握生产能力和算力的主体高度集中，那么分配权力是否还掌握在更广泛的人类手中，还是机器人呢？现实世界当中啊，其实已经有过类似的制度结构了。
比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决策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只要其中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哪怕其他成员全部赞成，决议也无法通过。这个制度并不完美，但它清楚地揭示了一点：当关键资源集中在少数参与者手中当中的时候，分配一定是博弈性的，而不是自动公平的。当我们听到未来会极度富裕，不再需要存钱的时候，更理性的反应不是乐观，而是警惕。不是警惕技术，而是要警惕那些尚未被回答的分配和权利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把最理想化的未来当成普通人当下的人生前提，本身是一种高风险的假设。我并不否认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而是想提醒普通人，不要把一个尚未解决分配问题的未来想象当成自己今天可以放弃准备的理由。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跃迁都伴随着一个非常不舒适的过渡期。在这个阶段，一部分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会迅速上升，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会面临着职业不稳定、收入波动加大，甚至被挤出原有体系的问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未来某个理想化的终点，而是通往那个终点的过程。如果你真的相信不用存钱，不用为风险做准备，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个尚未到来的丰饶社会上，那么一旦现实的节奏和预期出现了偏差，你承受冲击的能力反而会变得更弱。技术的终点也许是丰饶，但普通人真正要过的呢，是走向丰饶的那一段路呀。我们再来看马斯克的下一个判断，也是我认为在所有观点当中呢更有现实基础的一点。他说，未来真正稀缺的资源将不再是资金，而是电力。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机器人最终都会受制于能源供给。谁能更低成本、更稳定地提供电力，谁就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这一点我是高度认同这个判断方向的。因为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终究不是一个脱离物理世界运行的存在。算力的背后是服务器，服务器的背后是芯片，芯片的背后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背后呢，最终都会回到最基础的几个硬约束条件：能源、材料和工程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力确实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底层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会看到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围绕着能源、算力基础设施、工业体系的竞争正在重新加速。但是问题在于，普通人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又该如何参与呢？很多人在听到了这一类的判断之后，第一反应是去找所谓的概念机会，追逐短期热点，试图用一种投机的方式提前押中未来。这种理解方式呢，其实很危险。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呀，理解电力和能源的重要性，不是为了去赌某一个概念股，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资产的角色。也就是说，哪些资产在提供长期生产能力，哪些呢只是依附在叙事之上的短期波动。当一个时代的核心约束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真正受益的往往不是最会讲故事的那一部分，而是最贴近生产要素、最接近真实需求的那一部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反对马斯克的判断，但是我反对的是把这种判断简单的翻译成投机的那种冲动。说到这里啊，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马斯克的很多观点并不是单独看错了，而是被放在了一个不适合普通人直接套用的坐标当中。他讲的往往是技术的终局，是工程师的视角。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世界最终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普通人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需要面对的是过程，是不确定性，是节奏错配带来的风险。所以我更愿意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这些判断。马斯克的问题从来不是他说的对不对，而是他说的是终点。我们活在路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去压住一个遥远的未来，而是变化已经开始了，但是结果尚未明朗的时候，确保自己不会被结构性的冲击击倒。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谈人工智能、谈技术革命的时候啊，总会反复强调一个词，叫缓冲垫。缓冲垫不是让你去预测未来，而是让你在预测错误的时候，依然自己留有回旋的空间。它可以来自你的资产配置，也可以来自你的现金流结构，也可以来自你自身能力的可迁移性。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某一个高度乐观的未来叙事之上，那么一旦这个叙事的节奏发生了变化，你承受的代价就非常大。所以，当你再听到马斯克说我们未来可以不需要存钱啦，不需要为退休做准备的时候，你需要在心里多加一句前提。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一个高度理想化、分配顺畅、过渡平滑的世界。而我们的现实往往恰恰相反，过渡期才是最不均匀、最容易制造风险的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克制、分散、留有余地，反而是在技术加速的时代更加重要的生存策略。最后呢，我想把这一期视频想表达的核心呀，再清晰的说一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冲击呢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真实存在的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滞后、人性的恐惧以及变化过程当中的不平衡。马斯克描绘的是一个生产力被彻底解放的未来，而普通人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在这个未来当中，自己还能否被算作分配对象。普通人不需要站在工程师的视角去预测世界未来走多远，而是要站在自己的生活尺度上思考，如果变化来的比预期快一点或者慢一点，我是否都能够承受得住。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不管未来是不是像马斯克所描述的那种丰饶的社会，你都不会成为那个被叙事裹挟却缺乏准备的人。如果你不想被技术叙事反复吓到，更关心普通人在变化当中怎么站稳，我们下期继续聊。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